欢迎大家来到老爸的时光，把美食带进你的厨房。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营养暄软又好吃的蔬菜大馒头，同时呢也分享一些做馒头蒸馒头的一些小技巧希望咱们都能在家里做出这样香喷喷的大馒头。今天做的这道蔬菜馒头呢，咱就用南瓜和紫薯来做，感觉搭配起来比较好看。那菠菜汁或胡萝卜汁也都行。南瓜和紫薯都是去皮切小块，放在盘子里，放入蒸锅蒸到软烂，蒸熟之后放凉了再用。这一步很简单，就一带而过了。等放凉了之后咱就先在面盆中加入300克的南瓜。这种南瓜蒸熟了比较稀，就不用加水了。如果是那种和苹果差不多大的贝贝南瓜，蒸出来有点干得适当的再加点水。把南瓜打成泥之后，再加入5克的酵母，简单搅拌后，再加入500克的面粉，揉成光滑的面团就行了。做馒头很多朋友会问，就是自己做的馒头为啥不如买来的那么光滑？这个呢就和咱们揉面的手法有关像老爷子这种比较有经验的，揉出来的面团光滑均匀一些，做出来的就会好一些。但是也只能说少量来做。如果是想一次性多做，或者是达到买来的标准其实都是用这种机器反复的擀压出来的。压出来的面团更均匀更光滑，这个是咱们手工达不到的在家里呢，咱们尽量把面团揉光滑一些，其实就够了。面团揉好后就放在面盆中盖起来醒发了。接着再来做一个紫薯的面团，也是一样的300克的紫薯，但是紫薯比较干，还得再加入200克的水。后面的步骤就是一样的了，压成紫薯泥，加入5克的酵母，再加入500克的面粉，揉成光滑的面团。不过有的朋友可能会想，我多放一点紫薯，不放这200克的水行不行？我个人的意见是不太建议的因为这个紫薯也是地瓜嘛，放太多之后面团会发黏，一个是不好操作，第二个是后续还不好醒发，做出来的馒头可能不暄软。面团就醒发到7、8分，就是体积膨胀70%左右就可以来制作了做馒头很简单，就是把面团揉一下排排气，把馒头分出来。不过咱今天做的这个需要把2个面团卷在一起，所以就用擀面杖反复的擀压上几次，就代替揉面了。就像叠被子一样，擀成面皮之后叠起来，重复2到3次就行。擀的时候注意撒点面粉防粘。2张面皮都擀好后叠起来，压紧时卷起来。它可以像做面包一样制作出很多种花样。不过呢，咱就以最简单的方法来做就是卷起来之后每隔3指宽分成段，然后放在盖垫上，用稍微厚一点的笼布盖起来就可以醒发了。卷的时候可以刷点水防止蒸的时候这个地方裂开。第2次醒发呢，就得看咱们想吃什么样口感的馒头了像我们这边的馒头不喜欢吃特别暄软的，所以第2次就不用醒发的太大，最多也就醒发到5分，一般的情况下3分就够了。怎样判断呢？就是用手轻轻的碰一下，能慢慢的回弹就好了，这样咱们就可以去蒸了。那蒸馒头像咱这种第2次醒发的时间不是很长的就可以凉水起锅，就是把馒头都放进去，再开火加热。水的话有大拇指深就够了，用中火加热，如果火太大容易把馒头蒸死。用中火呢，咱们水开了再计时是水开了再蒸15到18分钟吧，看馒头的大小。下面垫的笼布用湿的，蒸好之后关掉火，趁热把馒头拿下来。如果是稍微等一下，馒头一凉很容易粘在笼布上。当然也可以用那种一次性的笼布会方便一些。
那到这里啊，这道营养健康、渲染好吃的蔬菜馒头就做好了。好了，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也祝大家生活愉快。